大家好，欢迎来到美股与人生笔记频道。7月23日美股收盘，虽然今天标普500指数下跌了1.1%，但我的美股账号跌幅达到了2.3%，单日下跌了9万多美金，已经是接近10万美金的损失了。所以只能自嘲的宽慰自己，每日能做到10来万美金的亏损，也是一种成就了吧。造成今天大盘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原油价格的上涨和大科技股财报表现的影响，但造成我账号更大一个幅度的下跌的主要原因，还是持仓股中的 Google 和特斯拉的一种特殊贡献。所以今天先聊一下这两家公司刚发布的财报，以及我稍后的打算及相关的一个股票点位的分析。先说一下 Google 最新的财报情况，营收同比增加24%，是超预期的。Google Cloud 的增长也远高于市场预期，净利润是达到了1121亿美元，远高于市场预期。但主要对于股权投资的一个投资收益，它并不是能代表其主营业务的一个盈利能力。去除掉投资收益以后，EPS 为约2.85美元，所以这是略低于市场预期的2.89美金的。最新财报的营收和利润数据其实还不错，造成股价下跌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全年资本支出 Capex 再次提高，二是自有现金流首次转为负数，所以市场担心未来几年利润率都会因此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引起的股价的一个大幅下跌。今天 Google 股价下跌到318美元，我的持仓成本是150美元左右，占总持仓的仓位是4%左右，尚未达到目标仓位。由于 Google 股价过去一年上涨太快，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加仓的机会。目前，我的计划是在270到现在价格310多美元的价格区间，找机会对 Google 进行第一次加仓，但不会加满，还会预留仓位给更低的位置。再说一下另外一只持仓股特斯拉的财报，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282亿美元，超预期。调整后的 EPS 0.33美元是不及预期的，但汽车交付量创历史新高。今天股价暴跌14%的原因，主要是利润率大幅下滑，Capex 持续的一个增长和自由现金流也再次转负。但对于特斯拉，我不想在估值界面的层面进行过多的一个分析，因为这是一只众所周知的信仰股，它的基本面是根本撑不起它的股价的。这里边有马斯克信仰的超额溢价是一种真实存在的情况，所以这只股票是可以涨到天上，但也可以快速暴跌的，因为它没有基本面的估值支撑。我对它的加仓计划是跌到300美元以下，少量的分段进行加仓。这里没有估值分析，因为必须承认的是，特斯拉是我这个长期投资者的持仓中唯一不符合长期价值投资理念、脱离基本面的一只信仰股。最后再说一下我账户上周至今的一个操作情况。周一是卖出了一半，我大概持仓一半的年底到期的 SOXX put 合约，盈利大概有40%左右，以腾出现金在财报季这段期间可以有机会逢低对，我认为跌到合理估值的股票进行加仓。另外就是在 Netflix 财报下跌后，进行了部分加仓。以上是本期内容，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讨论的话题，欢迎来到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